迎回到健康看我，来到了健康读书会的单元。每一个人出生之后呢，必定面临了生老病死。好，死亡是人生最终跟这个世界告别必经之路啊。但是，一般人提到了死亡，总是避讳或是不愿意去面对。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籍是《死亡如此靠近》。直接就把死亡用在书名上面哦，这个是知名的这个諮商心理师苏炫慧老师，欢迎老师。社伟您好，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这本书名如此的这个直白，好，很多人对于这个死亡其实是蛮避讳去聊的。那当初为什么您会想要用这样子直白的方式来当做你的书名呢？事实上，当初在取书名的时候，确实就像书伟说的，这是一个很忌讳的一个主题。那我们很担心，就是会不会有人看到书名，其实就不太会去翻阅它。但是我有我的坚持，那个坚持是我觉得死亡已经是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非常避谈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我们仍然还是用非常包装的或者是非常隐晦的方法在指称死亡的一些经验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呼吁整个台湾社会的民众来关切这个主题。所以就希望它是可以更显著的被人家看到书名的时候就非常的一目了然，这是在谈死亡。其实这本书是苏老师算是您的第一本书，对不对？然后在2011年出版，现在也有重新的再修。是。所以这本书里头集结了很多的故事，都是您当初在安宁病房里头看到的故事。是，就是我陪伴了一些病人以及他们的家属走过了我觉得是最难的一段路，就是最后的那一程。因为您在安宁病房，所以你看到的都是即将跟这个世界告别的人嘛。那你也看到很多很多的家庭故事在上演，所以你很有感触。确实，就是我的服务的对象其实是没有年纪之分。我最小曾经服务过大概就是几个月的小孩。他是什么疾病？他是一个视网膜瘤然后就是已经转移了，包括他的内脏其实都已经转移，所以他很快的出生不久，他就已经住进了安宁病房。但是我服务过最小的小孩，但我有服务过90多岁的。非常年长的，就是也算是长寿的，对的一些长者。那所以这个过程，这个从我最小的几个月到90几岁的这个年龄，所有的年龄层我都遇过。所以你当初还是很年轻的年纪，你看到很多人的这个离去，对你自己的心理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吗？我一直认为安宁病房那几年的历程是我生命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一个算是一个启蒙，然后或者是算是一个领悟吧。因为我在安宁病房的历程里面，其实看到不乏一些其实在社会上面还蛮有头衔的，或者是他还蛮有他的背景。就是你只要想象得到社会的所谓的那些人生胜利组，其实都会在安宁病房，你一定遇得到，因为那是我们生命里面必然会有一个时间，我们会自己走到临终的时刻。那我也在那个历程里面看到说，哇，好多人其实即使我们可能有人生很多的头衔，或者是学历，或者是很多条件，可是并不意味着他们在人生最后那一程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这个人生充满了美好，或者是充满了爱跟被爱的一些关怀、那些关心。那甚至有一些人，他们即使是大老板，可是我看到的是他们的病房几乎没有人出入，然后他们的孩子仍然是被要求要去进行很多的补习，然后学习很多的才艺，他们的伴侣可能还是很忙碌的处理整个家族的事务，可是那个病人就非常孤单的一个人在病房里面，整个那个房间是非常的黑暗，然后几乎没有光的照耀，那所以这只是一部分的小例子啦，然后那个时候其实触发了我去想什么是生命，那什么是人生，那人生的一段路一个历程里面，我们究竟是在追求什么？所以他对我的自己的生命，其实后续包括我选择了接下来的心理咨商的工作，然后包括我很想要去跟人的内心世界做很多的接触跟相处，我觉得都是透过安宁病房的整个历程给我的一个启示。因为安宁病房里头每一个家庭都是一个故事，那这一些安宁病房的病人，想必对于你们
是非常亲近的，对不对？因为他在人生最后一段路是。你们跟他是甚至比家人更亲近，就是同走了一段我觉得很困难的一段历程。是，但是台湾的民众其实对于安宁病房的理解跟接受，其实还是可能南辕北辙，就是还是有很多的差异度。例如说有一些家庭，他们在选择让自己的亲人走进安宁病房的时候，其实已经是经过了解的。他们可能上网了解资讯，他们可能已经听过很多的医护人员提到之后，他们也比较关切这个选择，然后他们送自己的亲人来，我觉得那个就是病人跟家属都是理解，而且他们都是平安的，就是他们都接受了这个安排。可是有些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说到，其实死亡是个忌讳，那有些人甚至安宁病房这4个字是不能讲的，所以整个过程，病人从他一被转介进来到这个安宁病房，到他最后的临终，有些病人并没有被明显的告知，其实他已经是走到临终的时刻了。确实，病人本身也没有被告知，是所以那是我过去那个年代，所以现在才会开始说，包括我们预立遗嘱，包括我们去选择我们要接受安宁疗护，我们不做积极急救的那个部分的一个选择，是这个都是后面才发展出来的。是。像老师的书里头其实很多的故事啦，那当然，从年轻到老什么样子的年龄层你也都看过。那在里头有一个故事哦，你提到说有一位从这个内科转过来的病人，在安宁病房只住了3天，但是他的家人，他的女儿在他临死前一句话说：“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救他。”就说死亡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好好离开，其实是现在蛮多人在讨论的一个议题。因为即便很多人的状况是急救了之后，其实就是他的躯体，他的整个状况会变得非常糟糕，但是最终他可能只能多待个几天，还是要离开世界。所以这个议题现在比较多人去讨论了。不过那个如果是在10多年前的话，可能很多人还是觉得说，应该要急救，应该是要救到最后一刻才叫孝顺。是哈，是。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有那个时候的整个民情，我们会认为说，作为一个孝顺的子女，就是会不顾一切，所有的资源、所有的医疗上面的处置，我们一定要用到最好，甚至要用到最后。这才代表我们没有那么放弃我们自己至亲的生命。可是这几年来，就是这10几年来，其实我们的那个民情有一点改变，然后就包括有好多的，包括医生自己本身很多的著作，包括很多在医疗现场的人，他们提出了他们的心情分享，其实都在跟我们探讨，就是说，其实人的生命这样一段路，我们是不是最后的那一个过程，如果我们真的确知不能再把生命积极的拯救回来，我们是怎么样让这个生死两相安，就是让这个逝者他可以真正的平静，我们所谓的善终。我觉得这是我们开始慢慢集合起来的一个意识。善终的确是，说容易，其实也不容易，对不对？不容易。你要善终，就是好好的离开。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长辈，年龄还蛮高寿的。睡梦当中走，我们就觉得他是最大的祝福，没有什么样的病痛但是通常住进安宁病房的都是有一些病痛。大部分都是癌症末期的病人，虽然现在已经可能把服务的范围推展到失智家病人以及他们家属上的照顾，但是基本上还是集中在癌症末期的病人，所以大概疼痛的这个议题是免不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在照顾所谓的临终病人的时候，其实我们非常强调，就是让他可以免于疼痛，让他在一个免于疼痛的一个情况下，可以保有他生存上面的品质。那他仍然可以保持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积极的让他可以好好的把他想要完成的部分，还可以把它完成，就是没有遗憾的离开。在你的书中也提到了一个云姐，她是癌症末期，然后她一直问你说她什么时候会死？那这时候一个医护人员应该要怎么回答？
其实云姐她的故事很特别，就是因为我跟她有一些陪谈的过程，然后我跟她有一些比较深入的内心世界的一个交换，就是心情上的交换。然后我可以知道说，她其实问这句话里面有很多的不舍。那个不舍是因为她自己早年就是15岁的时候她就丧母。所以你大概可以理解这个生命15岁丧母之后，她要多么的辛苦的长大，然后同时她是长女嘛。所以她丧母之后，她就很快的去代理了母亲的位置，然后开始照顾弟弟妹妹，照顾她自己的父亲。那所以她自己认为说，其实早年丧母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甚至我们可以说，也许也有一些痛苦跟很深的悲伤。那所以当她自己确诊为癌症末期的时候，其实她第一个想到是她的儿女，特别是她的女儿那个时候15岁。其实很像是他的那个生命的重演，所以他会很担心，他非常担心，然后甚至他会觉得说，毕竟他的排行不太一样，他当初是长女，所以他背负了那个长女的责任，可是他自己的女儿是幺女，就是老幺。所以他是觉得那个老幺比较是被保护的，比较是没有准备好要独立的，所以对他讲更多的担心。那所以他在那个说我到底什么时候会走，然后他甚至在那个很怕担心会走的情况下，我觉得某个部分是他没有办法真正的放下他的小孩。对。然后我觉得那个过程里面，当然我一直相信一件事情啦，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会自己找到出路。就是说他遇到了这个挑战，他遇到这个困境，甚至他遇到了整个好像生命的一个重演，可是他毕竟还是可以去选择出一个他自己觉得可以让他自己安心，甚至他也可以对他的儿女的照顾有所安排的一个选择。我就后来就看到云姐，她比较是重新的去体会说，也许儿女的命，他们也许要用他们自己的生命去走出他们的一条路来。要放下其实也真是不容易了哦。那苏老师，你在安宁病房看到都是生命即将消逝的人嘛那之后也做了很多的心理咨商的工作，当然面对的还是他遇到困难的，通常不会跟你讲很多快乐的事情嘛大概不会。对，快乐时候不会去找心理咨商师了那你要怎么样去排遣这一些你接收到的讯息，因为总是都是比较没有这么的快乐。是，那当然，我觉得某一个部分是我自己的生活里的安排，就要有自己的那个比较是休闲自己也可以感受到生命的愉快。这是我自己要去经营的，或者是要去努力的部分。那但是就是当我的当事人他们如果跟我说他们很多生命的苦难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比较不是听到那个苦难的部分。我觉得我常常在听人们在讲他内在的这些心情跟这些比较深层的一些忧伤的故事的时候，我常常会看到的是生命的韧力。就是我会觉得说，哇，你经历过这一些历程，然后你怎么能够还坐在我面前，然后你怎么承受得下来这个人生一直对你的打击？所以我有些时候我会觉得 amazing， 就是哎呦，生命真的是了不起。对，所以我其实不是太常听到他们那个比较受苦的那个东西，我反而会告诉他们说，我在你受苦的生命历程里，我看到你如何的认真，然后如何的坚持。然后甚至你像以云姐来讲，我就会告诉云姐说，其实当初的你一定也是个小孩，你也吓坏了。可是你看你的责任感，你看你的责任心，你自己背负起来，所以你一定知道这样子的辛苦的历程是什么样的滋味。那这就是你爱孩子的方法。因为你自己走过这一段路，所以你会知道那孩子接下来要辛苦了。你当然会心疼，因为你是一个妈妈。对，所以我常常会在生命故事，就所谓的受苦或苦难的生命故事，我反而会觉得说赞叹的是生命的力量。所以等于是你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一些每一个故事，然后你会从中去找到激励他的方法。是即便他真的很苦，可是你还是可以找到激励他的方法。是因为我相信人会在他的苦难里面激发出一些力量来。所以因为你的工作的关系，因为你后来选择了当咨询师所以你对于生命是蛮洒脱的。
就是有越来越洒脱的趋势，因为你就觉得真的人生真的苦还蛮多的。如果能够保持轻松的离开，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真的也是一个福报，对不对？福报是，而且在活着的时候珍惜当下很重要，千万不要等到生病或是即将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懊悔啊，没有陪到家人啊，没有做什么事情啊，没有爱自己等等啊。好，那最后苏老师，你这本《死亡如此靠近》，希望读者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这本书呢？我希望读者可以不是惧怕的，然后他是感觉到，当你越靠近死亡的故事的时候，你其实越体会到爱的存在。爱的存在非常重要。非常谢谢苏炫慧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这一本《死亡如此靠近》，再次谢谢各位朋友收看《健康看》，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